Hello，各位同学，欢迎来到这次的3D 魔法探索之旅。说真的，今天我们可不只是要学一套软体哦，我们其实是要，没错，是要赋予你们真正的超能力。你想想看，把你脑袋里那些天马行空，甚至是有点疯狂的想法，直接变成可以拿在手里的真实物品，这是不是超酷的？而我们今天要解锁的法宝，就是 Tinkercad 里面的各种神兵利器。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你即将掌握的3D 魔法技能，怎么样？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那我们就直接出发咯。看到这位背着超级马里奥图案包包的男孩了吗？没错，他就是带领我们进入3D 魔法学院的专属向导。有他带着我们，你会发现，哇，原来3D 设计真的完全不难呢。我们会从最基础的魔法开始学起，然后一步步打怪升级，破解难关，保证让你从一个3D 新手直接进化成能亲手打造不可思议物品的创造大师。好啦，请系好安全带，我们的魔法之旅现在正式起航。踏入3D 世界，第一件最重要的事，绝对是不能迷路。你知道吗？平常我们在纸上画画，只有长度和宽度，对吧？但是在3D 的立体宇宙里，我们多了一个超神秘的东西，叫做高度。来，想象一下，如果你现在在地上玩一台遥控车，车子往前、往后、向左、向右开，这个其实就是在我们所谓的 X 轴和 Y 轴上平面移动。但是呢，如果你的遥控车突然按下了变身按钮，空，变成一台直升机，直接飞到半空中，这个往上飞、往下掉的方向，就是 3D 魔法世界里专属的 Z 轴啦。只要搞懂 X、Y、Z， 整个立体空间就都在你的掌控中咯。说到掌控空间，在 Tinkercad 的画面角落有一个叫做 View Cube， 也就是视角立方体的小方块，它就像是一台会跟着你漂浮在空中的无人机摄影机。你可能会问，我们干嘛需要它啊？因为在3D 世界里，你的眼睛是非常容易被骗的哦。有时候你从正面看，以为2个积木叠得好好的，结果转个角度一看，上面那个积木根本飘在半空中嘛，直接变成悬空的幽灵积木了。所以咯，随时转动这个 View Cube 来检查你的模型，这可是每个3D 魔法师一定要养成的好习惯哦。好，现在我们要来学超好玩的捏黏土魔法啦。在 Tinkercad 里面，形状其实主要分成2种，一种叫做实体，另有一种叫做孔洞。实体超好懂的，就像是你手边一块一块真实存在的彩色黏土或积木，你可以把它们拼拼凑凑，不断叠加。那孔洞又是什么呢？嘿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超级神奇的隐形饼干模具。当你把这个模具压在实体黏土上的时候，它就会把那块形状给一口吃掉，或者说把它挖空。简单来说，实体是用来增加材料的，而孔洞呢，就是用来雕刻的法宝。不过啊，很多刚开始学的小达人在挖洞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个叫国王的洞穴的大魔王，就是明明已经把半透明的孔洞插进方块里了，为什么印出来还是一整块，根本没有洞？其实最关键的秘密在于，你必须释放一个叫做群组的魔法哦。你得先用滑鼠把实体和孔洞同时框选起来，然后点击画面上的组合按钮。就在你按下去的那一瞬间，叮，隐形的饼干模具才会真正启动，把重叠的地方完美挖空。千万要记住这句咒语，没有群组就没有洞哦。接下来我们要面对一个大家最常抓狂的状况了。当你辛辛苦苦设计好2个形状，想要让它们整整齐齐、乖乖排在正中间的时候，你兴冲冲地按下了对齐工具，结果，我的天哪！2个积木简直就像游乐园里的碰碰车一样互相撞来撞去，大方块跑位了，小圆柱也歪了，原本排好的位置整个大乱。你一定觉得很崩溃，为什么对齐的时候积木都这么不受控呢？其实别担心，我要教你一个超级小人知道的冰冻魔法。当你选取2个物件，并且点击对齐之后，
先停一下，千万不要急着点对齐方向哦。你必须先用滑鼠点击一下你想要保持不动的主要物件，比如说那个大方块。这时候你会看到大方块的外框闪烁了一下，这就代表，没错，它已经被你施了冰冻魔法，死死地钉在地板上啦。接着你再去点选黑色的对齐点，这时就只剩下小圆柱会乖乖靠过去，大方块绝对不会再乱跑咯。这招真的超实用，一定要学起来。搞定位置之后呢，调整形状的大小也是一门学问哦。我们常常需要把一个正立方体放大或是缩小，对吧？如果你直接用滑鼠拖移角落的白点，万一不小心手抖了一下，哎呀，正立方体可能就会被拉长，变成奇怪的长方体，或是直接被压扁成一块大饼。那到底要怎么让它完美等比例的变大变小呢？告诉你一个秘密，你的键盘上有一个超级英雄，叫做 Shift 键。只要你在拖移白点的时候，另一只手死死按住 Shift 键不放，不管你怎么拉，它都会维持完美的比例，绝对不会变形。不信你下次试试看。哇，经过千辛万苦，当你在电脑里终于完成了超酷的模型设计后，是不是超级想马上把它印出来？等等，先别急。你知道吗？ 3D 列印机其实就像个外国人，他直接看 Tinkercad 的画面是完全看不懂的哦。所以我们需要把设计图翻译成他懂的语言，而这个专属的语言包呢，就叫做 STL 档。点击汇出成 STL 档，就像是把你的心血结晶打包成一份 3D 列印机能够完美读取的蓝图。这可是把虚拟变成实体的最重要第一步哦。蓝图准备好啦，但是在把答案交给机械之前，我们得先来上一堂小小的物理课，考考大家，3D 列印机可以在半空中直接挤出热腾腾的塑胶材料吗？想也知道，当然不行啊，因为地球上有地心引力嘛。如果你的模型有一个往外伸出去的长长手臂，或者是悬空的屋檐，喷头在半空中挤出材料的时候，塑胶就会直接往下掉，最后你的宝贝作品就会变成一坨惨不忍睹的，我们叫它塑胶炒米粉大魔王。那万一真的有悬空的部分，到底该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请切片软体，也就是 Slicer， 派出它的超级神队友了。那就是支撑材，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盖房子的时候在外面搭的那种临时鹰架。当软体发现你的模型有悬空的地方，它就会超聪明的自动在底下长出一根一根的鹰架来帮忙拖住半空中的材料。有了支撑材，你那些悬空的部分就能稳稳的印出来啦。而且最棒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等列印完成，模型冷却之后，你只要用手或工具把这些临时的鹰架啪的一声拆掉，一个完美的模型就诞生啦，超有成就感的，对吧？除了支撑材，切片软体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魔法，那就是决定你模型的层厚，也就是每一层材料到底有多厚。这干印超像在叠乐高积木的，如果你设定比较厚的层高，列印速度会像飞的一样快，马上就印好了。但是呢，模型的边缘看起来就会一格一格的，摸起来很像楼梯。相反地，如果你设定比较薄的层高，虽然需要花更多时间慢慢印，但印出来的表面会超级平滑圆润哦。如果你今天是想印一颗圆球，用薄层高印出来绝对会非常非常漂亮。再跟你分享切片软体的3个必胜设定。第一个是填充率。其实模型里面不需要完全是实心的哦，通常我们设定10%到20%的网状结构就已经非常坚固了，这样不但省时间又省材料。第二个是边缘或是底板，这就像是帮你的模型加一个超大的底座，让它紧紧抓牢列印平台，防止它在列印的时候像在冰上溜冰一样滑走，或是边缘翘起来。最后一个就是温度啦，温度设定刚刚好，才不会让喷头在移动的时候露出牵丝的材料，不然你的模型可是会长出丑丑的塑胶蜘蛛网哦。太棒了！现在你已经学会了所有的 Tinkercad 超能力，也知道了 3D 列印机背后的秘密，是时候该你接受挑战了。在我们的探索课程上，你有3个超酷的实作任务等着你。第一，运用文字加上刚才学的群逐魔法，为自己的背包设计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立体姓名钥匙圈。第二，
拿出尺来精准测量，做一个绝对不会掉卡片的客制化悠悠卡套。第3个最难了，挑战光影魔术，一颗外墙超薄、光线能够完美透出来的立体月球灯。是不是光听就觉得超兴奋的？不过，这3个任务其实都只是一个开始哦。3D 列印的魔法世界是完全没有极限的哦。从荧幕上的虚拟图形，一直到捧在手心上的真实物品，你现在所需要的就只剩下一个好点子，还有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些神兵利器。所以，各位3D 设计小达人们，拿起你们的滑鼠当做魔杖吧。今天你想把什么不可思议的魔法物品带到这个真实世界里呢？别等了，现在就赶快打开 Tinkercad，展开属于你的奇妙任务吧。我们下次见喽！